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这是一张拍摄于2010年的照片，照片中站着一个背着挎包的老人。虽然照片像素很低，但老人花白的头发还是显露在黑与白的对比中。在老人面前的是北京海淀法院，镶嵌明亮玻璃和外墙瓷砖的建筑散发出威严的气息。老人双手靠前背挎包的姿势，让法院的威严夹杂了几分高贵。无论是谁看到这张照片，都会觉得老人与周围一切格格不入，似乎是乡下人第一次进城的感觉。但翻开这张照片背后的寒门故事后，这份格格不入却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惋惜与欣慰。为什么这样一个年过花甲的农村老人会独自站在北京面对大门紧闭的法院？要想知道答案，还得回到2009年7月12日。当天中午，伴随着尖锐的警笛声，几辆警车飞速驶入北京科技大学，现场被拉起3层警戒线，警戒线外围满了学生和路人，谈判警员正不停用扩声器向里面喊话。原来就在5个小时前，一个叫做黎丽的北京科技大学学生闯入学校的中国银行营业厅，以炸毁银行相威胁，从银行抢走10万元。大堂经理报警后，民警立即包围了正在逃窜的黎丽。慌乱之下，黎丽便用水果刀劫持了一对学生情侣。7月的酷暑舔舐着脸颊的汗珠，抖动的手腕紧紧握着黑色的刀柄，锋利的刀刃似乎迫不及待想要与鲜血接吻。狙击手只剩1厘米就扣下扳机，越聚越多的围观人群让现场情况一触即发。突然之间，警方的扩音器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这是警方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嫌疑人的父亲。这份声音虽然沙哑，却夹杂着一位父亲对孩子的呵护和揪心的爱。在父亲的劝导下，儿子黎丽终于放下手中水果刀，双脚跪地，捂脸痛哭，不停叫喊对不起。现场路人纷纷摇头，堂堂7尺男儿为何会走向如此田地，实在让人叹息与不解。这个拿水果刀劫持的年轻少年名叫黎丽，来自于江西一个偏僻农村，父母都是务工人员，家庭非常贫穷。凭借寒窗苦读10年，黎丽在16岁时考入中国211名校北京科技大学，成为该校2003级自动化专业的本科生。这放到古代已经可以说是家里男丁中状元的喜事。也因为如此，在黎丽出发前往北京前，村里组织了一顿非常简单却又非常奢侈的宴会。临别那天，村里的老人小孩都出来为黎丽送别。送别会上，黎丽的父亲一直呆呆地抽着手卷烟，看着父亲深邃的眼神，即使父亲一直不说话，但黎丽还是感觉到那股强烈的不舍。上车之前，父亲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肩膀，嘱咐了一句注意安全后，便默默转过身旁。坐在车上，回望着村里崎岖的泥路，村里衣衫不整的孩子，黎丽握紧了手中的拳头，觉得身上似乎压着1000斤重的石头，虽然背包里只有几件衣服。9月1日那天下午，在坐了将近1天的火车后，黎丽终于来到了学校大门。当时学校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群，很多都是拖家带口，有的正在商店为儿子买水果，有的帮儿子把生活用品往学校里搬。喧闹声和广播声混成一片。看着周围同学光鲜艳丽的打扮，以及学校外的高楼大厦，再看看自己，唯有陈旧的穿着和孤独的背影相伴。没来得及多好好欣赏学校的环境，黎丽就一头往宿舍方向走去。打开宿舍房间大门，黎丽就发现原来自己是最后一个到达学校的舍友。她刚把书包往床上一放，开始整理行李，旁边的舍友主动上来介绍自己，包括多少分考上这所学校等等。虽然对方很热情，但黎丽也只是简单回应了几句，因为她生怕自己上大学第1天就被人知道自己有口吃。在打扫自己床位卫生时，黎丽从室友的交谈中获悉室友的背景，有北京土著的，有东北的，有西安的等等，其中部分还是通过参加竞赛直接保送入校。就在黎丽听得入神时，对床的室友突然喊了自己一声：“同学，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出去逛逛？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北京烤鸭呢。”听到北京烤鸭这4字，黎丽自然想去品尝，但手中的零花钱除去车费和购买生活用品的钱后，就已经所剩无几。
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和多余的胆敢去吃烤鸭，所以便推脱了室友的邀请。待他们全离开后，才关上房门，独自躺在床上。这里是一段黎丽关于大学生活的真实回忆录。记得大学的第一个晚上，寝室的另外7位同学都在兴奋地聊天，尤其是有个伶牙俐齿的北京男孩，笑话一个接着一个。只有我一个人默默地躺在床上，感受着自己有口难言的痛苦，口吃欲感一阵接着一阵。让寒门出生的子弟不断吃苦，让大富人家的孩子顺风顺水，也许上天是公平的，但也许不是公平的。本就出生低产家庭的黎丽，除了生活上的拮据，在与别人的交际中还存在严重的口吃。在一次英语课中，外教老师让学生朗诵英语文章，而当时不知怎么的，黎丽就被点名选中了。黎丽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点名，而且会被要求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读英文。可刚没读几个单词，黎丽就卡住了。在这短短的几秒时间，黎丽感觉到嘴唇好像完全不受自己控制，自己心里明明就认识这个单词，可就无法用嘴巴读出来。3秒、5秒、10秒，黎丽的脸和耳朵迅速窜得通红。尽管她很努力，但嘴巴只吞出几声嘶嘶响。那一刻，对于黎丽来说，周围整个世界就好像只剩下她自己。直到全班同学响起笑声后，她才被拉了回来。笑声过后，黎丽弱弱说了一句 "I'm sorry"， 然后便马上坐下，低头看着眼前的英文教材。虽然同学的笑声没有任何嘲笑，只是被误解的娱乐，但倍感受挫的黎丽感到无比自卑。自从那次英语课后，全班的同学都知道黎丽口吃的事情，所以黎丽便越发自闭。每次上完课后，有同学凑她一起去吃饭时，总是被她委婉拒绝。虽然每次都有女同学善意地开导她，但每次黎丽总是独自拿着自己的饭盒，趁着食堂人少的时候去打菜，然后躲在食堂角落里独自用餐。黎丽深知自己的生活费是哥哥姐姐打工赚来的辛苦钱，所以每次点餐时总舍不得点好的菜。班里同学知道后，经常会把自己点的食物悄悄塞到黎丽书包，或者放在她宿舍桌子上，但后来都被黎丽拒绝了。黎丽当时一位叫做许刚的舍友告诉记者，当时他们宿舍一共有8人，自己大1时就已经买了手机，到了大2时，其他室友也陆续有了手机，但黎丽直到大4都没有。大2上学期时，宿舍7个室友相继买了电脑，唯独黎丽没有。在大4时，黎丽每天早上6点起床，直到晚上7、8点钟才回到宿舍，洗了澡趴头就睡。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那段日子，黎丽每天都在中关村一家电脑公司工作，可1个月的工资还没有1000块。作为黎丽唯一的知心朋友，许刚深知黎丽的家庭条件，5口之家，只有2亩稻田，3间平房，而平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唯有满墙的奖状。在口吃、贫穷和乙肝的3重打击下，黎丽开始走向自暴自弃的道路，一直躲在宿舍借同学的电脑玩游戏，平时的课程都不去，甚至期末考试都不去考。由于没修够学分，2007年时，黎丽无法及时毕业，只能重修1年。寒假回到家里时，黎丽却对父母撒谎说自己要在学校进修1年，以后好找工作。由于自身文化程度低，加上儿子中学时一直很守规矩，所以父母也没过多追问，根本不知道儿子已经开始走偏。在重修1年后，黎丽陆陆续续顺利重考，并通过了几门科目。可上天似乎有意要玩弄黎丽这个苦命的孩子。在2008年冬天，黎丽给朋友戴苏发了一条短信，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订婚了，自己不想活了。根据戴苏的说法，他们3人从小一起长大，那个女孩子小他们1届，长得很漂亮。以前上学时，黎丽和她都是手牵手上学，那段美好的时光就如童话的世界。后来自己和黎丽考上了重点高中，而那个女孩去另外一个地方读了中专。随着年龄的增长，黎丽才意识到这是爱情，所以便向其表白。但就在黎丽大5那年，那个女孩订婚了，这让刚想好好补考的黎丽又掉了下来。由于当时北科大对于留级学生不提供住宿，所以黎丽只能在外和别人合租，靠着做家教勉强度日。可因为爱情的困扰，黎丽的口吃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最后连家教这唯一的经济来源都断了。双重打击之下，大6那年依旧无心学习的黎丽，最后不得不肄业。口吃、乙肝、肄业、贫穷、自闭症、爱情受挫，
上天一层不落的把本是天骄之子的黎丽推向这6重门。2009年7月12日那天，再也无法忍受压力的黎丽走进了学校里面的银行，然后就有了我们开头警方对视的那一幕。起初所有人都以为黎丽此举是报复学校，但当他父亲在儿子书本中找到遗书后，才知道事情根本不是如此。遗书中黎丽表示愧对家人，他原本打算将这抢来的10万元借给父母，好好改善父母的生活，这是一个儿子报答父母的最后一份孝心。2009年12月22日，检方以绑架罪的罪名对黎丽提起公诉，并在北京海淀区法院开庭。黎丽的父亲站在大门紧闭的法院门口，久久不肯离去。他不断对周围人说，这孩子不是故意犯罪的，他只是一时犯糊涂。而且黎丽抢了钱之后，只花了231元，也没有对人质造成实质性伤害，所以希望法官能手下留情。事情传开后，很多人联名上书法庭为其求情，包括黎丽老家的2000多位村民，联合10名上书法官，请求法庭在合理的基础上给他家庭一个走下去的希望。最终黎丽被判10年有期徒刑，并罚款2万。听到判决后，坐在被告席中的黎丽一度泣不成声，这股泪水藏了无数的自责与悔恨，让人格外痛惜。在经历7重苦难之门后，上天似乎突然觉得自己下手似乎严重了，便安排了幸运天使眷顾黎丽。他就是当年审判黎丽结案的尚秀云法官。在黎丽入狱后，尚秀云通过书信和探监等方式不断鼓励黎丽，还专门从北京赶往江西为其庆祝生日。而大彻大悟的黎丽也开始悔过自新，在监狱中一边改造一边学习。在被关押8年后的2017年，黎丽再次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以全校第5的成绩考入985高校西安交通大学，并于今年顺利毕业。黎丽也终于开始迎来真正的人生。黑夜过后便是黎明，纵使黎明过后依旧存在黑夜，但以后的黑夜依然伴随着黎明。黎丽，恭喜你浴火重生，愿蜕变的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文案写到这里，心中多少有些触动。此情此景，此人此事，此刻仿佛正立于桌旁，路虽远，道虽曲，吾乃继而行之。